去哪里爬山了？明天又可以拍明星，明天是什么明星啊？明天是谁啊？谢谢涛弟的灯牌，我看涛弟在群里面发的开榴莲，运气还是蛮好的，开这么多。言人中哦，不错不错，可以。我昨天还在听言人中的歌，今天运气太好了，确实很不错了。谢谢圆圆的点亮，晚上好，圆圆，好久不见。我也喜欢，我现在买榴莲我都不喜欢买那种已经装好的，我喜欢自己开。谢谢原来的灯牌，晚上好，原来。我在划船回家呢，划船回家？怎么划船回家？人家今天去哪里玩了呀？划船回家？我怎么划船回家？你出海了？出海了，划船回家。欢迎高等数学，130块开5块那么大的干，那真的很赚了，真的很赚了，真的。要是真的能开5个那么大的，很赚了。我上次买那个金枕榴莲，多少斤来着？5、6斤吧。但是他说是那个5、6斤，6斤多也。而还比你贵，还没有，当时是买成160还是170，然后才开出来2个这么大，就是2块那么大的，然后其他都是那种小坨的，就是小的就是那种分开的那种小坨的，所以你这个很赚了。大暴雨，远远在哪儿啊？大暴雨，这2天还有大暴雨吗？一口气冲了几10台阶，缓了半小时，那你还是挺。爬山得慢慢爬，欢迎小坚，晚上好，小坚。深圳梧桐山没去过，我觉得我去深圳去天津，虽然说去了那么久，但是很多地方我都没去过。那个像深圳，我只去了那个什么海滩，那个什么大梅沙还是什么梅沙海滩。云南被淹了吗？这2天。欢迎蛇念，谢谢蛇念的灯牌，晚上好呀，蛇念，谢谢闪电的点亮，晚上好，欢迎拜拜。拜拜怎么又走了？榴莲容易扎嗓子，为什么容易扎嗓子？不太好。榴莲多好吃啊！我就是吃着就想吃，就过一段时间就想吃。我最近我吃榴莲的频率还蛮高的。谢谢小坚的点赞。谢谢柠檬的灯牌，我们可以点赞，同学们，点赞。谢谢小姐点赞。我妈吃5天的了。我每次买一个榴莲，我一个人吃也要差不多吃3天。但吃不到5天，但是得吃3天。谢谢大家的灯牌，晚上好呀，大家。谢谢小金子3。雨可大了，最近还在下吗？就今天还在下吗？欢迎拜拜。原来我太笨，风景不见。谢谢白白的闪耀星河，我想发给你看看。我都觉得，因为现在都8月了，8月中旬了，我感觉一般雨季是7月份，就是下雨下的多了哈。我不知道其他地方，反正但是我感觉是，但是没想到现在8月中旬还要下雨，撤了。你在加班吗？撤了。今天又加班吗？人瘦一点就跟着风走，风这么大嘛，人瘦一点跟推背感是不是？我都没有感受过这种推背感。欢迎大胖子，7、8月都是雨季，成都感觉还好。他们知道我干嘛？他们知道你干嘛？我又不知道你干嘛。但是我猜你发这个绝对是去玩去了，或者是去约会，要么就去吃好吃的，要么去吃，要么就去按摩，要么去唱歌，要么就是约会。你看我猜的这几个是不是中了一个？玩不玩泡泡机？我玩不玩泡泡机吗？哪种泡泡机啊？泡泡机可以拿来拍照。夜宵，那不就是嘛，去吃好吃的。是这个泡泡机呀，我还以为是真的泡泡机呢。谢谢圆圆的泡泡机。
谢谢圆圆的泡泡机，我还以为是真的那种泡泡机呢，因为我之前上大学的时候去游乐园玩，就专门为了出片买了个泡泡机，后来被我侄儿拿走了，我还以为是那种泡泡机呢。谢谢叔叔的灯牌，谢谢试玩的灯牌，谢谢 David 灯牌，晚上好呀大家。上3楼是不是上3楼？我就知道肯定，要么就去按摩，要么就去唱歌，要么就吃饭，要么就约会。为了拍照用，是道具吗？专门拿给别人万一要拍照的时候用。欢迎夜雨，欢迎二哥儿。你说未来的世界我和你一起去看，已经不记得是第几次了。公公去看了眼面没有？听说他8月份要去找同事。哦，我也成摄影佬了。深深你都就是买了相机到现在都这么久了，应该技术还蛮有长进的吧？慢慢，我觉得买了相机就是属于是什么呢？买了相机就是属于是，就是只要你入了这个坑，你就会慢慢喜欢上这个爱好，然后就会不停的拍。谢谢灯牌和点亮。哇塞，你这个是什么字？都不认识。我想搞颗70200，我都不懂这些镜头。70200是哪种啊？我都还在想，我现在还在犹豫要不要换镜头，但是我就想了算了，别换。但是我每次直播的时候又有点犹豫。生僻字，对呀，我就说你是生僻字，看着好复杂呀。如果一个同学，就比如说一个同学他的名字就有生僻字的话，考试都会比别人慢一点，写名字都要写半天。现在沉迷于脚背腿无法自拔。远远看到哪个脚背腿了呀？你看到谁的脚背腿了？电影你电影看了吗？哪个电影啊？喜欢摄影，拍的照片全是他暗恋的女生，那也挺好的呀，不放是不是？就是确实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就是很多摄影找的女朋友都很好看，他就是因为他就是找喜欢的女生拍照，不停的拍照，然后聊天，然后慢慢在一起了，笑死了。鬼灭没有看，但是我老刷到鬼灭，我今天刷了好多次鬼灭了，我还没有看鬼灭，我不知道在哪儿看，我也没有去搜那些资源，但是我已经刷到好多那个了，我已经刷到很多那个叫什么，我已经刷到很多那个切片了。 B 站呀，B 站没看呢，最近没有打开 B 站。谢谢小胖肚的点亮和灯牌。噔噔噔，接拍摄活镜头最便宜8000到9000。所以深深你要把它发展成你的职业吗？以后当个摄影师吗？这是。谢谢三哥的灯牌。摄影女朋友确定不是副厂店不是摄影，就是摄影找的女朋友，不是摄影女朋友，是摄影找的女朋友。是买的没有那么贵。谢谢你听点赞。你还别说，我之前认识的摄影，他现在找个女朋友可乖了，就是搞 cos 的2次元。继续划船？不是圆圆，你这么晚了，都11点了，你划船？为什么11点还划船啊？不会值点，顶多赚点外快，那也挺好的，赚点外快也很不错的。刚刚下班哦，刚刚下班，然后回家需要划船回家，是不是？好有画面感。想搞原厂，原厂是不是要便宜一些啊？谢谢不放自上的人气票，谢谢零天点赞。我的手机都不知道放哪儿去了。
原厂贵，那为什么还找原厂啊？原厂贵为什么还找原厂？谢谢你点赞。所以说为什么呢？原厂贵为什么还找原厂呢？谢谢你点赞。这样吧 ，M4骗过来，你根本不可能骗过来的。因为我一般出去玩，我都不会背这个相机，因为这个相机太重了。我如果比如说像我自己出去玩的话，我一般就是或者是跟我室友出去玩的话，就是比如说2个女生的情况下的话，我一般就会背我以前的那个佳能200，可能220。可能会背这个，但是我不会背那个 M4 太重了。女生拍照，那个肌肉得练起来。女生拿这个拍照的话，它确实效果好，但是属实是有点太重了。就是你拍几张你的手，而且很难拿。就比如说你平时背个包之类的，你还装个相机就很重。所以一般情况下，我自己出门我都不会带这个相机。谢谢那个宝的灯牌，晚上好呀，那个宝。助理旁边顺手把它顺过来，我哪有助理呀？我的助理就是我自己。然后还有助理，等我哪天变成老板了，我就有助理了。还有助理，太好了吧？都用索尼呢？哦，都用索尼了，有便宜的副厂镜。怎么不选副厂镜头？不懂，不知道。谢谢大母猴的灯牌和点亮。最近看腾龙70200，不懂。你们说这些镜头都不是很懂。哎呀，我的手机哦。手机哦，手机不知道跑哪去了。谢谢你点赞，我们都4000点赞了，你挑一个吧。昨天熬到几点？为什么说昨天熬到几点呢？选一个，我们看看挑一个什么呢？谢谢哲哲点赞。失眠了，明天几点去？你们明天是要一起去吗？明天失眠了可以试试那个粉丝等级提升了。哇塞哇塞，对，挂着其实就很容易提升的粉丝等级。就是如果是失眠的话，可以试试那个褪黑素。我直接熬到现在，这么厉害？从昨天晚上熬到现在吗？这么厉害吗？我感觉我其实还是蛮能熬的，但是我都是属于是，就算我很能熬，但是我也属于是那种熬一整个通宵的话，第二天就会很头晕的。所以说就算熬一个整个通宵，我白天都要睡觉了，就是不能说熬一个通宵第二天还接着做事情，那真的会很难受的。明天还上次那天，差不多快36个小时了，真的吗？这么严重的失眠吗？如果我觉得这么严重的失眠，你真的可以吃点褪黑素，就是助一下眠之类的。
谢谢偷鸟的点亮，谢谢偷鸟灯牌。睡不着就可以吃点褪黑素，吃点褪黑素还是可以睡着的。你们一般什么时候去啊？一般如果是我跟我朋友约去那个的话，我觉得像现在夏天，应该你们要下午才会去吧？你们会不会上午就去了呀？你们不会约的是上午去吧？真能熬呀！我也想说真能熬，我现在都不能这么熬，我熬一个通宵必须得睡觉，不睡觉我要头是晕的，就走路都走不稳。欢迎黑猫，不管用，真假的？我就是我就是属于什么？我就是属于是怎么说呢？我就是属于是有一点点失眠，我会吃点褪黑素，还是比较有用的。欢迎 Z 哥哥，环球可能去不了，没关系的。谢谢这点赞。我们跳一个抖音小舞蹈吧，我们还是先跳抖音小舞蹈，然后我们再跳长的吧。先跳个抖音小舞蹈热热身。我们跳一个鸳鸯戏，因为我感觉都没有抖音的话只能跳这么几个，都没有那种长一点的。720是不错的镜头，我有褪黑素完全不管用。腰子舞开始，是的，腰子舞开始。我就是可能对于那种失眠很重的人来说的话，褪黑素不管用。像我这种轻失眠的，偶尔失眠的话还是比较有用。我只是现在作息不好，我的内耗到失眠也是头一个。内耗到失眠那肯定很难受吧？我每次失眠只是脑子里面想的东西太多了，是不是？谢谢高等数学灯牌。索尼镜头太多了，我也觉得索尼镜头好多。我觉得男生都喜欢用索尼，女生就喜欢用佳能，因为佳能拍的人像会很好看，自带美颜。等下跳个摇子舞吧，我们摇子舞开始，对，一会儿再跳个发牌。我最近看好多人跳那个发牌，边说边发，还说的那种。先跳一个，我们跳个摇子舞。习惯了，谢谢果豆的点亮和灯牌。复试最出片，我只知道复试的模式会很多。复试，我之前去那个漫画庄园的时候被复试拍过，就是他们用复试镜头给我拍过，就是还会直接出片胶片风啊，这种各种各样的风格。复试还是挺好的。这个眼镜左右好像不是一样的，这个嘛，可能是我的头喜欢这样歪着，所以说它是不是一个平行。但是如果它是个平行的话，其实是一样的。对，复试有很多滤镜。跳一个。10年了，10年来直播间躺会儿，一会儿就睡着了。欢迎角落，三哥呀，该说他们觉得是最好，大家都好。我们谢谢皮皮的点亮和灯牌，刚睡醒，这么早就醒了，你什么时候开始睡的呀，皮皮？大家气质都很好啊，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哎呀，我的头发铃儿。再给大家跳一遍吧，然后我们一会儿再跳一个，跳个四。没想到第二篇剧还要忘动作，再给大家跳一个速，
跳2个长舞蹈，然后我们给大家跳个 no no no。的风格，我们一会儿再跳一个发牌，谢谢我的灯牌和点亮啊！好久不见呀，最近是在加班吗？我感觉都快1周没见到你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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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们再给大家跳一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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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欢迎水自流，谢谢水自流灯牌。我们可以继续点赞哦。2天没起来床，为什么2天没起来床啊？生病了吗？欢迎小圆，欢迎深念。我去续圈灯牌，一会儿回来。好的，有点可怕。有什么可怕？失眠36个小时。对呀，所以说这算是严重失眠了。当当当当当当，我们可以继续点赞哦，家们。好热，好热！欢迎一路。谢谢一路灯牌。谢谢我们奥的那个守护之心，是不是守护之心？新守护，守护之心。谢谢奥的新守护，谢谢奥的新守护。属实这点6个回答，
什么属实有点溜，这个回答。今天好开心，谢谢一洛。看直播缓一下，可能是吧，因为我感觉我的直播还是比较好睡的。欢迎小七，谢谢小七的灯牌，我上海有小七。等到后面我感觉我的直播还是蛮好睡的，很容易睡着。欢迎莫回头。完全没有困意，时间久了都没有困意吧？那你真的得去医院看一看，要是经常这样的话，可能得开点药吃了，觉得太恐怖了。如果不休息好的话，真的会感觉对身体不是很好。你不是助眠主播，以后去做那种声音声控的，可不敢好睡啊！上夜班，上夜班那就不一样。那你虽然上夜班不能睡，但是你至少白天得睡嘛，是不是？那你至少白天会睡啊。但是如果你白天又不睡，晚上又不睡的话，你24小时都不睡的话，那对身体不是很好啊。长沙音乐节我还以为黄了，今天官方又出消息。我不是很早之前就听哲哲在说的音乐节了吗？谢谢哲哲点赞。去医院看看，真的得去医院看看，不管是吃什么药，中药还是什么，都得去。我妈就是最近有点那个，就是睡眠不太好，她都去开了一些那种安神的药，就是有助睡眠的药。但是真的，如果睡眠不好的话，很影响白天的精神状态。一个人走走停停的，需要续的牌子真多呀！怎么了？续了一圈还没续完。欢迎祈愿，照常举办吗？我感觉很早之前我有听哲哲在说音乐节之类的。哦，一个礼拜谁也没看，确实是哈。那这样看一圈，但是我觉得还好吧，因为不一定这个点儿大家都在播。欢迎夜雨。欢迎小高同学。我们可以继续点赞哦。19、22天，但是我可能不去，因为我要抢更重要的演唱会。什么更重要的演唱会？还有什么是更重要的演唱会？比这个还更重要，比这个还重要的演唱会。谢谢小高同学的小星星。比这个还重要的演唱会是什么？我们可以继续点赞到6000，给大家跳个0.2秒。没躲过去，难受几天，睡得早。感冒了，天哪！那你现在好多了没呀？现在是不是好多了？我也不去。现在是不是好多了？真的，大家还是要多注意好自己的身体。虽然夏天不会像换季那么容易感冒，但是如果吹空调吹多了的话，还是容易感冒的。好了，要不今晚坚持不到这个时候。说的也是哈，毕竟现在都11点过了。谢谢哲哲点赞。我们可以继续点赞哦。还有14分钟，你要干什么？我昨天那个摄影师把那个反图返给我了，把那个这次拍的泳装的那个反图，好好看啊！这次的那个，我觉得反正我还蛮喜欢，我自己蛮喜欢的，真的很好看。所以这次的会员周边，我觉得是真的很好看的，真的比之前的好看。这次拍的泳装，真的就是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哀人的内耗很可怕，确实内耗的人送啥呀？哀人的内耗是真的，我感觉挺那个的，所以说还是不要内耗。如果是我内耗，其实我觉得
多多少少 I 人，不管 I 人 E 人，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内耗，但是就是内耗的严不严重，就是如果我内耗的话，我就会去做一些其他事情填满自己，不让自己想那么多，因为经常内耗会情绪会变得很差。谢谢直直点赞。发疯别人也不内耗自己，说得好。就是如果长期处于内耗这个状态的话，你的整个情绪都会很低，就是会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就是会很恼火。所以说一般如果比如说我有一段时间压力特别大，会内耗，我就会休息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去放松一下，或者是去做一些事情，让自己不要闲下来想东想西，就是会因为一般内耗的时候就是空余的时候，就是空余时间太多了才会想太多。看些美女来缓解，我笑死，还得是小圆哈，还得是小圆。欢迎记忆，我的手机不在，不然的话我都可以给你们看一下这次出的图，真的很好看。到时候我可以那个空间发2张，这次的那个图真的很好看，我很喜欢这次的图。阳光，蓝色的水，绿色的树，就是天气很好，拍出来就是不一样哈。自己解决不了自己，解决不了别人吗？什么东西？真说大实话，到处发疯。到处发疯也是一种办法，确实是。但是 I 人不会到处发疯的， I 人跟 E 人不一样的。I 人如果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就是他会，就是包括 I 人如果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他都会自己憋在心里更多一点，就是除非是自己很信任的人，或者是自己的亲人之类的，就是可能会说。一般情况下 I 人是不会就是随便的把自己不开心或者是那种心事分享给别人的，反正我是这样的。一般所以说很多时候那种情绪啊这些都只能自己压着慢慢消化，很多时候我是放下个人数字，享受切的人生。这也挺好的，这挺好的。我之前玩剧本的时候，剧本杀的时候，不是那个 DM 会给你测心测嘛，就是看，因为他有些角色会就是看你能不能符合这个角色嘛，就会做那个心测。然后有一个就是你有没有道德感，我就说我选的就是毫无道德感。就是管好我自己，就是别人就是反正就是毫无道德感，缺德人生，就是只要能让我自己好的，笑死了。喝多了已经，你不是吃夜宵吗？才吃多久就喝多了？我信口而吐的话，鱼子酱怎么啦？为什么鱼子酱信口吐的话呀？不要有，对我也觉得不要有助人情节。我不知道你们刷没刷到，就是最近有个新闻，我今天刷到那个新闻，我看着我都觉得好痛心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刷到这个新闻没有，就是那个一个19岁的女孩子，就是刚高考完，然后准备上大学，然后她就是穿着汉服跟朋友一起去景区玩，结果被一个男生要搭讪，就是搭讪要联系方式，然后他们就拒绝了，结果那个男生就把那个女生给用剪刀捅嘎了。真的就是我觉得现在社会好危险。你们刷到过这个新闻吗？就这2天的，我觉得好那个了，就是不好说。我就觉得那个男生他有那个精神病史，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免死金牌，不能因为他有精神病史就从轻发落。我觉得好那个，他都知道去问别人搭讪要联系方式，他还那个啥，就觉得好，就是鲜活的一条生命，还准备上大学的一条生命就此没了。待会家里面的人不知道难过成什么样。异常关闭了，我去，什么异常关闭了？听说你要什么推背感？什么？我是说那个你很瘦，我们刚刚是推背感，是你很瘦的话，那个风吹你就有推背感。听过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个还没传到我这儿。对，抖音自动关闭，那可能是那个啥，你们都没刷到这个新闻，就是这2天发生的事情。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就是女孩子去景区玩，就那种景区，然后穿汉服，然后跟朋友一起。谢谢阿英的大啤酒，谢谢阿英的大啤酒，谢谢思索的点亮和灯牌。
然后就跟朋友一起，然后就有一个男的骑电动车问那个穿汉服的女生要那个联系方式，结果他的朋友就说不给嘛，因为不认识，就有那种防戒心理，就说不给。然后那个男生就直接掏出一把剪刀就扎他的那个，就扎他那个朋友。那朋友因为他没有穿汉服，他跑得快，然后他就虽然还是受伤了，但是跑了。但是那个穿汉服的女生呢，她就是可能比较束缚，就没跑快。她骑电动车追上了之后就往他的脖子插了好几刀，然后还有身上也插了，然后就是嘎掉了，就是就是感觉就感觉女生在外面好危险啊，就是这个社会真的好吓人，还是在家再好好待着吧。就是如果你能觉得出家能解决你现在的困境出家我笑，反正我不知道。出家不是还那个什么吗？出家不是应该会看要求吗？是不是现在不是当和尚都有要求吗？精神病在未发病的时候依旧有可惜。我不知道，但是很多网友就在抱不平啊，就是说他有精神病史，这个不能作为一个免死金牌，就一般情况下这种的要求死，就觉得很危险。如果是我和张，我估计会被这样一个鞭腿就弄废。为什么会被鞭腿？江西景区好像是，反正是个景区，我就刷了这个新闻，我觉得很危险，真的。在路上我又想到了之前我遇到这种情况，就遇到很多变态的人，你都不能拒绝，万一你拒绝你就完蛋了，这很危险。就大学本科对，现在当和尚都有要求的，笑死了。当个道长要求更高吧，道长还得看你有没有仙缘，就是有没有那种悟性，能不能悟出来，就是修仙传里面看你有没有仙根修仙传你不是上山修仙，那个道长先看你有没有仙根吗？今天出家明天就入世笑死。就是出家出一天，是不是有力量？好有力量，有力量才健康，知道吗？小七，欢迎神神，有力量所以才健康。会武功也行。有人要薅我怎么办？薅你怎么？谁薅你？谁要薅你？不可以薅你，我都没有薅你，我都没薅你，怎么能让别人薅你？先让我薅了再说不可以让别人薅你。快别说国家6根清净。刚才睡着了，天哪！你看，有人睡不着，有人一下就睡着了。天哪，你快把你的睡眠分一点给三哥，三哥睡不着了，你一下就睡着了。今天不做牛吗？6，谁薅你？快，谁薅你？我都还没薅你呢，为什么叫别人这样薅你？不可以，我拒绝。笑晕啊！我朋友说我是一个占有欲很强的人，我笑晕。不过说真的，我倒是的确见过一刀。对呀，就是你想脖子上全都是，脖子上有很多大动脉的，他就是往脖子上插了之后还往要害处，就身上还插了反正插了很多刀，然后就抢救不效身亡了，很那个什么，就很听到这种消息就很让人觉得很可惜。的力量可以鞭腿就有一个弄废，我真的这么厉害吗？那如果我真的这么厉害的话，我去学跆拳道了，高低学个黑带，或者去学那个什么柔术，那个是什么道来着？那个什么不知道了，高低学个最高级回来。内耗心里有事他才失业。三哥去放松一下，去玩一下。应该说我应该不否认，我就喜欢占有欲。真的假的？我笑死了！那人在我面前，那人就没。天哪，水最油，你还遇到过这种事情？我这个豆柔道空手，对，空手道去学个空手道，学个日本空手道。
我天哪！如果我遇到这种事情，我肯定会有阴影的。要是有一个人突然在我面前那个啥的话，我肯定会有阴影的，不能那个啥。目击证人去请喝茶了，太吓人了。跆拳道不过芭蕾舞，跆拳道还是有用的，虽然说看起来很像那个花拳绣腿，但是我觉得还是能够有点用哈。八卦掌，太极才是没用吧？太极才是没用吧？我感觉这跆拳道还是有点用吧，至少能给几坨子吧。去学散打，我知道法修散打，法修散打，我只知道这个散打有用吗？去学拳击，健身房学拳击还是有用哈，又减肥又练，就在家听歌。其实听歌很容易 emo 啊。我一般如果心情不好，我就去玩。2个，天哪！十字头你都没有心理阴影吗？我遇到这种事情，我肯定会有心理阴影。跆拳道，我一个朋友就是跆拳道黑带，他之前在学校还他还去当过助教呢。但是他现在没有那个了，没有学了。他小的时候学，小的时候打架可厉害了。跆拳道有太极有用的，致命的，真的假的？延年益寿，确实直接上格斗术。因为我想的是太极很慢，等你出拳的时候，别人都打过来了。军体拳应该是有用的。军体拳，你看那教官军体拳的好厉害。心理疏导1个月呢，难怪我觉得是遇到我这种，如果我遇到这种事情的话，我肯定会有阴影的，太吓人了。打那个怎么聊上打仗了？那个金腰带那个是什么？那个应该有用吧？我看打得鼻青脸肿的。欢迎0426，去练一下，以后出门在外就可以自己保护自己了。你打出来会什么歹徒兴奋拳？我笑死！拳击，自由搏击，学一点能够保护自己的那种招式。谢谢指着点赞。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一个打了2遍军体拳，打了2遍军体拳，为什么会让人那个啥呢？军方还好吧，现在小遇到歹徒第一个事情就跑，但是你要想一下，女孩子一个弱女子怎么可能跑得过一个男生呢？而且力气都没有男生那么大，好吧？所以说我感觉社会上女生还是属于是柔弱的那一方，你根本都跑不过别人，跑都跑不赢，你跑。随身准备点防狼喷雾，降歹徒兴奋拳，我笑晕啊！唯一发泄的方式，或者是和家里的猫玩。3哥应该出去玩一玩，你应该出去多走一走。有事拨打帽子叔叔，对，但是很多时候你来不及拨打，而且帽子叔叔来的时候也要时间嘛。有用，但招式很下三，招式很下三的，笑死了！黑龙18手，黑龙18手，这什么？好厉害啊！我以前军训的时候学过那种军体拳，但是忘记了。36级走为上策，说得好。一般人跑不过他，还好吧？但是毕竟英姐是搞体育的，好不好？但是骑电动车就能追上他了。但是英姐搞体育的呀，谁能跑得过他？但是我不知道哈。英姐不是弄体操的吗？她是学什么的？学体操的。冲出来，真的假的？为什么我以前经常被女生欺负柔弱？那是因为被女生欺负，是因为她跟你闹着玩呢。一般情况下遇到那种真正就是比较危险的事情的话，就还是女生比较柔弱的。你们的方式都不行，不去人少的地方就行，说的也是。但是你看那个我们刚刚说那个景区那个妹妹，她在景区那么多人都会被那个什么
其实也说不清这种事情，只能说打3个女生，所以不要想反击。对呀，就是说嘛，太吓人了，真的很吓人。有击杀记录，哇塞，感觉是蛮厉害的哈。跟他眼睛，对，就是拿那个防狼喷雾随身带的，就那样。18式丧尸战斗力，天哪，不让用了！这么好的招式为什么不让用了？而且你想想，对于那种警察、武警来说的话，这些更是跟歹徒对就是搏击的时候，不是更应该学这些，就是能够保护自己的方式嘛？不然的话，好容易就是那种警察也很容易那个什么，很容易受伤啊！真的假的？到时候不要就是真的遇到威胁，跑得比我都快，到时候追不上。出去玩带上我吧，我给你扛刀。太危险了，这样子。需要留活的，去买机票了。被禁用了，全面禁。我就想说，这么有用的为什么会被禁用呢？遇到危险就拉裤兜里，拉裤兜里，歹徒就不对你实施那个了吗？扛着你，到时候你们别一个二个现在说的好，到时候真跑得比我都快，笑晕。招数太黑了，就是招数这么黑，为什么就是那些比如说武警啊学来对抗歹徒，那我觉得挺好的呀，能够保护自己的话，而且歹徒又不用说招式黑不黑，只要能够把他制服就行。正常人可以避免，变态的话就未必了。一到专业了，这危险性直接拉高了。对呀，就是说呀，其实还是挺那个。遇到危险我先抱你，抱住我的腿干嘛？你抱住我的腿，我们两个都跑不了，不应该我们一起跑吗？你抱住我的腿，我们两个都跑不了，好不好？谢谢水的点赞。让姐扔原地，好啊！你们天哪，你们一个二个的，你们真的是，就什么见色忘友的行为，你们这就是，直接不管我死活了，是不是？6针直接抱大腿了，遇到危险不用跑过歹徒，你只需要跑步驾照。什么让我当挡驾盘啊？好，你们这群人一个比一个心黑啊！又想抱住大腿不让我跑的，又想让我去最后当挡驾盘的。谢谢南瓜的灯泡，哎，我缠着他，还得是0天啊！毕竟出过家，死道友不死有贫道，果然还是道家哈，利己主义。哎，道家是不是就是利己主义啊？就是自己好就行，是不是？可以搞一个大点的游标卡尺、赶逐棒，这是什么东西啊？不用管，有管家在，扛你这样撒腿就跑，就是最好把我扛着跑。别的目标。老班长的父亲他会点儿，给我练趴了。我就觉得像这种为什么会被禁呢？虽然很黑，但是用黑招对付歹徒不更好吗？欢迎小曹，我这个刘海啊，真的是直接双人成型，怎么个双人成型法？以后穿鞋子穿一个那种，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有一种鞋子，就是那个鞋子底下有那个轮子，就我上小学的时候，班上就有男生穿这种，就是那个时候你知道吧，小孩子大家都喜欢装
装叉，就穿着这种鞋子就在班里面到处跑，他就会跑得很快。以后都买个这种鞋子，就是那种鞋底带轮子的抱肘鞋。对对对，明天要拔牙，你拔智齿吗？我都还有2颗智齿没拔呢，我都准备9月底的时候拔，或者是10月的时候拔，就9月底的时候拔了。强者就跑2步就累，说明你还得练，强者就跑2步就累，得练啊，家们，带轮的，对啊，带轮的鞋，并肩跑。回归社会，一旦会那个就属于危险分子了。但是你说那些士兵的话，他们应该不会有这种行为吧？我觉得有这种士兵的都是那种很道德非常高尚的人啊，就不会做出这种什么反社会行为吧？小怪兽亲，怎么了？我很重吗？我跟小怪兽比起来我很重吗？就是说小怪兽也跟我差不多重，好不好？因为他比我高，所以说他看起来瘦而已。什么小怪兽亲了，我笑死了。我有2颗蛀牙，只能拔了哦。反正我觉得拔牙都痛，我的智齿还得开刀，更痛。我这身体素质就得多练，知道吗？菜就多练，就得多锻炼，把身体练强壮，这样才能够扛得起人跑。道德高尚，冰皮哦，还有这个吗？我不知道哎，天哪！我就想我就觉得当兵的都浑身自带一股正能量啊。就是那种正能量，你知道吗？就是那种一看人就很安全。人本性就是不行的，人性本坏，是不是？阿欧抽一顿。阿欧是不是觉得我胖啊？你小子，可别说当兵的，想说有人喜欢陷害冤枉折腾别人。真的会有这种吗？因为我觉得那种兵哥哥都有一种自身的那种正能量的感觉哈，就是可能就是滤镜，就是人设，也不是人，就是那种职业滤镜吧，就是对他们的这种职业就觉得他们很那种很好。艾欧干啥了？艾欧说小怪兽亲，他们就在想说我比小怪兽重吗？不要再聊这个话题了。有的人心眼就坏，喜欢折腾别人，确实是有这种人，背着赞直接跑。我们都说了呀，菜就多练，背不动的话，拜拜，你估计也背不动吧？你还背着跑2步就背不动了吧？你们随意。部队大院出来的，这都不的吗？哇塞，说实话，有的真不行。哇塞，我是不是这种还是得看人品，是不是？背不动你。对呀，你不是背不动，是背得不动和背着跑是2个概念。你能背得动，但是你不一定能背得动跑，是不是？跑2步就不行了。跑2步就不行了，不行了。欢迎谢小七点赞。对呀，所以说是会有滤镜的。敢背酱酱。鱼子酱有你的那个，我今天发现鱼子酱怎么推出我们的会员群了呀？背着跑不掉，跟咱们拼了，可以跑一会儿。你们得练，因为我觉得其实负重跑还是很累的，还是得练体力。其实我觉得练这种的话，其实就是平时多运动，其实对身体也比较好的。少个共享单车呢，说的也是哈。少个共享单车，大家一起骑着跑。我的手机不在，
我都想给你们看那个，肯定遇到过，比如某人搞小甜品搞某人，这还是好危险，不管是哪个地方都有这种人，是不是？都有那种人品不好的人。我都想给你们看我这次出的那个片，这次的那个真的很好看。抖音自媒体，对呀对呀，任何地方都有这种团体。我的手机不在我周围，不然我高低给你们看看我拍的泳装出的片，摄影师昨天给我发了。高低给你们看看这次的图，很好看，超级好看，很夏天阳光，很阳光夏天，美美的。月亮弯弯是你的最新时间倒数，一切变得重复。有人拼龙之关跑就行。笑死，我们自己偷偷看，一会儿发群里，不能发群里。我等我周边做完了，等我周边做完了发给你们了，我再发。谢谢这个点赞，我们都7000点赞了。5档3路径，遥望队友喊加油，笑死！大家都不团结一下一起吗？都不团结一下一起吗？就是说，谢谢元旦点赞，欢迎师生。我们一会儿给大家跳一个，跳什么？跳0.2秒，刚刚说跳0.2秒。我被你照片盖坏了，但是没素材。这次真的很好看，我想去找我的手机，我想给你们看。欢迎春野，真的很好看，我昨天欣赏了半天，谁懂？自我欣赏。谢谢这个点赞，但是我手机我不知道放哪儿去，我应该在外面。去拿吧，我一会儿去拿，等快结束的时候去拿来给你们看。谢谢这个点赞，我们现在给大家跳个舞吧，现在都7000点赞，刚刚说6000就跳的。再待会儿过来，好多三哥，该换头像，放心，头像再画，但是因为我想的是你们到时候我一起给你们，到时候你就是你啊，我还有拜拜，你们仨我一起给你们。噔噔噔，现在已经画了2个了，很 Q 版的，我跟你们说是 Q 版啊，你们不要觉得这个头像很可爱，或者是觉得女生，它就是个 Q 版的哟，你们不要嫌弃它的可爱。有什么该换了？有什么该换？那应该等不了多久了，是的，等不了多久了。很 Q 版哦，先提前跟你们说是 Q 版的哟，可爱的那种。欢迎小林同学，我先跳一个那个0.2秒版。到时候我会发一些照片在那个会员群，可以拿来做，可能有多 Q， 可能跟阿欧头像那种差不多 Q 吧。我觉得阿欧应该还好，因为阿欧的头像本来就很 Q。慢吞吞做借口拖延温存你，还想让事情停顿，距离分寸，快手紧走暧昧标准情节即将升温，之间别加热的气氛，将杯子调换为我们在悄无声息的精神，幻想画面突然成真，春风无需多的美好自会发生，冷漠融化冰冷，本梦不完整，既然这跳跃的发展依然是奇妙的预感，还需要多久才能够突突喜欢？跟着靠近的心，又不曾回头跳不停，你遗下的回忆，到下一条再说给你听。其实没有犹豫，在这之前做决定，只是佯装平静，仿佛事不经意。
天呐，我这刘海怎么就是跳着跳着就变成那种条形码了呀，真是受不了。跳完就也，这样刘海真的是一点都不好。那还好，那我就说你肯定是能接受的。对哦，想起来了什么了？欢迎晚安。头像呢？对呀，我刚刚不是才跟你们说吗？我刚才跟他们说，我说我到时候应该会弄完一起给你们，免得你们会就提前知道了，剪掉都剪掉，不能都剪掉，那剪掉那就完蛋了，不能都剪掉。但是我其实说实话还是有点那个啥，有点长哈，刘海是有点。看到私信了吗？私信什么？你私信我什么？我没有看私信。我的你画了啥？你别管嘛，你别管，反正就是个 Q 版啊 ，Q 版。就是 Q 版，你们三个都有那种，都是怎么形容？就是有点那种，就比如说有耳朵的那种哈，就比如说有那个耳朵，猫耳朵那种，有。晚上去吃牛排相当不错，真好啊！天哪，欢迎陈上。欢迎吃肉。全是哦，对，我刚一直没有想出来这个该怎么形容。对，就是兽画，对，都有耳朵的，全按照我喜欢的画了，就是说，一点都不问你们。就是全按照我是按照你们的头像，就是颜色是按照你们头像颜色，比如说白白的就有红色，然后林天就是黄色，阿欧就是蓝色，我就是全部按照我自己的那个来画了啊，这样嘛，就是谢谢我的点赞。我不是白色，对呀，你就是白红色啊，就是按照你头像的颜色来，比如说你的衣服的颜色。就是会有你头像的颜色在就是这个意思。啥东西就是头像，因为我周年的时候，就520周年的时候，当时他们就是当时周年的时候不是有抽奖吗？还有前榜的一些礼物，然后就是有一项就是头像，然后就有一项是头像，给他们画的头像。我最喜欢的是蓝色，对呀，所以说我就是根据你们头像的颜色定的主基调，就是比如说，白白就是白红色，然后林天就是黄色，然后阿欧就是蓝色，但是不是全是这个颜色哈，只是比如说衣服啊，或者是有一些东西它可能有这个颜色，就是这样的。我要这种画的话，直接画个太极图就行了，真假的这么简单吗？那可太好办了。我明天把我的周边寄给你，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要把周边寄给小健呢？头像黑白呀，哦，对，但是黑白头像可以象棋，来呸，那个五子棋，什么象棋？五子棋。本来我想直接带给你的，为什么我要把周边给那个小健啊？你们这群人怎么都放不住？没地藏，我很随意。我家里人下个月来，下个月来你家呀？但是还好吧，你的凹的周边不就是有些什么周边？凹的周边不就是那个明信片啊、海报之类的吗？这些纸有什么不好藏的？那个拍立得这些，你就用相册，就是那个拍立得相册给它放到一起，然后
这种应该很好带吧，带人啊。谢谢灯牌，海豹豹，对，海豹挺大的，放到床底下，他们总不能要看床底喽。拍立得我自己放书包里的，对呀，我拍立得很好放，就是海报可能确实不太好放，海报的话可能会放到床底，感觉会好一点点。所以我现在都不怎么做海报了，基本上做的就是明信片啊、小卡之类的，稍微小一点，还有吧唧之类的，稍微小一点的东西。睡觉觉，好嘟，晚安水子流，辛苦哦，明天。晚安水子流，早点休息，晚安。我床底我不行了，我睡的床垫子没床底。天哪，没床底的话，那就藏在柜子里，放在后备箱一个带密码锁的箱子里，是不是？你看这种也可以放，为什么都要藏呢？就是说为什么要藏起来？所以还是一个人住好啊，白给都不要，直接放家里。纪念一大，对，拍立得好，拍立得有些拍立得我都没有。只会说一句还没换人，还是这个女主啊？真的吗？不是，别人真的会问吗？小姐，我现在收集合拍拍立得，合拍拍立得是什么合拍拍立得？到时候合照记得拍一张拍立得，哪来拍立得呀？到时候谁给我们拍呀？合照拍一张拍立得。欢迎小开哥。上次家啊，不是吧？上次家里人说还没换人，你家里还会问吗？好尴尬呀！就是说，要是家里面人会问，我如果是我家里面人问我都觉得不好意思说。还没换人，怎么了？你家里面觉得你应该一天换一个吗？笑死了！只有我们俩的拍立得。只有我们俩的拍立得。哦，哎，合拍拍立得啊，我有那种合拍拍立得吗？我都感觉没什么印象。之前在那个常州的时候是不是拍过啊？我都没什么印象了。为什么我们当时不都合拍了吗？但是我记得我印象中是合照，没有我的。我当时印象中是有合照的，就是常州那次活动是有合照的，但是我没有印象有没有什么拍立得。大礼牌哦，抽空看一下私信，好多喂。我现在没有办法看，就是单独和你。没有吗？我们两个都没有单独拍照吗？我都没什么印象，但是我感觉我们不是单独拍了吗？我记得我跟谁呀？反正我记得我还拍了好几个。然后小颖当时还专门拉我出去拍了几张，她说发给谁来着？照片有没有拍立得哦？拍立得，因为当时好像大家都没有带拍立得，但是下一次也不一定会带呀，因为我没有那种拍的，我没有那种可以直接拍的拍立得，我只有那种，有，但是不好带，但是找人拍，我有打印的拍立得。英姐和红姐的已经有了，还差你的喵喵红姐的了。就是我知道了，英姐和彤姐因为是上次活动的时候合拍的拍立得，是不是？
节的话，我感觉很难，因为除非你要去参加丰节的活动。我们一会儿可以去灯牌了不？然后喵喵他们不是24号有那个新疆的活动吗？到时候24号的话，24号你们应该不会去，我有丰节的合拍拍的。我们如果是下周的话，我们可以拍的。但是丰节和丰节的话，你得去活动才会有。像这种，像我们以前就是我们以前还在拼优酷的时候的话，我们以前会有那个拍立得的那个，就是每次签售的时候是有拍立得的，就是那种合拍拍立得和单独拍立得都有，就是那个时候卖拍立得嘛，就是卖那种现场签售拍立得，都基本上都是合拍的。但是后面活动就基本上没有这个了。我也不知道为啥，因为可能是因为以前拼优酷的时候有助理更多一点吧，因为有人专门给你拍，但是后来就是没人拍了，所以说取消这个了，所以很多周边都是现成的。以前周边都是现场拍的，就是拍的现场拍立得，现在都是拍的都是提前拍好的了。后面就以前你们如果是一开始那个时的话，可能会有很多这种。叫他带上什么拍立得吗？我也有，只是不好带，我到时候看嘛，如果好带的话我就带。我感觉到时候要带好多了。应该不会很热吧？其实我还比较喜欢秋天的，秋天的北京很漂亮。我们可以还有1分钟，还有1分钟就可以熄灯牌了哟。秋天已经来了，但是树叶还没有黄啊，而且我觉得很热。这2天我感觉可能是秋老虎，感觉成都好热啊。就前段时间还挺凉快的，都没有开空调，最近又开始热了，又那个啥了。给我听，没关系的，小天。今天爬山很凉快，山风很舒服，可能是因为深圳吧。今天反正成都挺热的，很热，巨热。该死的这任务，那真的很没有办法了。谢谢雨酱灯牌有闪耀，我去拿我手机，我给你们看那个什么，那个图。谢谢三哥的灯牌，谢谢鼠灯牌，谢谢刘天灯牌，谢谢 David 的灯牌。给你们看那个图，我最喜欢，但是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清楚，就是说我最喜欢是这个，但是感觉很小，看不出很清楚。这个很乖，看不清。没事儿，到时候那个周边的时候你们就看得见了。周边做明信片的话，你们就看得见了。到时候我周边发了之后，我再发到那个会员群里面，你们就可以拿来做壁纸也好，可以保存在手机里也可以。到时候我就发几张在那个会员群里面。但是我不知道会员群能不能发哈，因为有些我记得我去年的时候发那个今年的时候发那个海边的那个视频，我想发在会员群，他都不让我发，他说就是好像是违规什么什么的不让我发，我不知道我这个能不能发。
下午2点到凌晨4点半，天哪，天哪！我们可以续灯牌喽，家人们可以续灯牌喽。欢迎原来，谢谢小件灯牌，谢谢原来的灯牌。再给你们看2张，这个我也很喜欢，这个也很喜欢，然后还有这个也很喜欢，这个也很喜欢，然后还有这个也很喜欢，我全部把它保存下来了，还有这个也很喜欢。到时候我这次周边也多做一点，然后做完了，但是我要做完周边之后才发到群里。需要1套，这次的照片都很好看，我觉得主要是可能天气很好，那天巨热，给我热惨了，我差点中暑了。那天天气很热，可能就是因为天气好，所以说效果还是蛮好的。欢迎名字。出个写真集不就行了？我要出，我准备今年过生日的时候出个写真集。为你写这也是篇记号誓言，几个长夜几次想念，你的转身让我有想念，就可以把之前的照片全部放在一起了，还挺好的。陪你走到废话的街，如何能把故事续写？预定了1本，对，因为我当时说我出写真集的话，要准备出一个那种书，就是出一个那个写真集的那种书，就是里面不仅有照片，还有文字的那种。我们再听2首歌吧，准备睡觉了，大家也早点休息。我们听一个反方向的钟。我觉得今天刘海特别不满意，现在刘海2首歌了，这是最后1首歌，不能像上次那样了。真的就是属于什么呢？就属于就是太容易挑死马了，我就很不满意今天的刘海。清晰得好好挑几套照片，写人照片真清晰，得好什么得好好挑几套照片。我写人照片应该会放今年一整年我觉得很好看的照片应该都会放，而且我到时候肯定还会再重新拍，就再拍一些，到时候肯定还会再拍的。怎么走？每当我想起你的笑眉，说起那张照片，你调皮的聊天，那种上演，拜托请再。欢迎高等数学，欢迎金色雨子，谢谢高等数学的灯牌。还有要续灯牌的吗？你这首歌听完我们就准备下播了。期待这么久好难受啊！你想想，你要也没有多久，但后面肯定还会再出，肯定还会再有很多好看的照片的。现在的话肯定还不够，肯定后面还要再拍的，后面还要再拍一些的。谢谢金色鱼的灯牌，后面肯定还是要再拍的，还要多拍，可能还要拍好几套才够，肯定是不够的这么多。
欢迎皮皮，皮皮怎么还没有睡？啥时候有线下活动啊？不知道呢。而且金色鱼就算有线下活动的话，你能来吗？你能来吗？如果有线下的话，你会来吗？欢迎阿达，谢谢阿达的灯牌。这两天我晚点睡，这两天睡的有点多，睡饱了是不是？觉睡饱了。如果国外不来人，我应该能。线下活动我能来吗？当然来了，但是最近应该是没有线下活动。最近应该是没有线下活动。其实我后面的事情还是挺多的，像我这周我就是下周不是有那个事情嘛，然后我还要准备那个，我要去做个指甲，然后下周还有一天要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天哪，怎么朋友都结婚了，真的是无语死。就是我下周三到时候下周三要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所以到时候可能不播。下周三的时候，然后我准备周三参加婚礼，然后周四我就去做指甲，然后周五就要去北京了，就很快。这行程好满啊！天哪，那你不得新娘好看？那怎么了？新娘很美的，我跟你说，新娘巨美，到时候肯定有很多美女的。新娘很美的，肯定是巨美的。然后我9月初的时候可能会休息一段时间，到时候我要去学一个东西，然后我就可能重新再回到这里直播的话，可能要等到9月15，9月中旬的时候。谢谢哲哲点赞。每个新娘都是最美的，是的，这是我第2次以我自己的名义去随份子钱。我第一次是我去年的时候参加我一个初中同学的婚礼，我初中同学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他结婚应该是前年的时候，这是我第一次以自己的名誉，因为以前参加婚礼，包括比如说像我表姐啊，还有我哥哥这或某个亲戚结婚，都是就是家里面就是家长就我妈随礼嘛，就我妈妈随，我都不会给什么随礼的这种哈，直接去吃席就行了。但现在然后那个又是那首歌啊，我把这个说完就准备下播。然后那个然后我初中同学那个是我第一次自己随礼自己去的，然后这次是我第2次。哇塞还是挺好的，大家都很幸福啊。推往半个月。四川随份子有啥习俗吗？没有什么习俗吧，就是随红包吧，这还能有什么习俗吧？我不知道，就我们这边就是随红包，随一个红包就行了。推往半个月，是的，半个月你想你的打扮没关系，到时候我会在群里给你们分享照片的，而且到时候我应该到时候看网好不好，如果网好的话，我可能会开那种语音听，就是开那种语音跟你们聊天，因为我月初的时候我要去学一个东西，就是不在这边，所以说到时候可能就是不知道那边网怎么样，我也不知道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啥去玩半个月吗？不是，也不算是去玩，主要是去学习。去学东西。我现在不是也在练习游泳吗？也是为了这个，就是去学一个东西，所以说它也不算是玩吧，但是也算是半玩半学，因为他要学1周呢，要学1周7天，然后完了之后，所以可能我跟你们一起去玩了之后。然后回成都，然后再播几天，然后我可能就我可能8月30号我可能就那个了，我可能8月30号到9月14号，就中间就可能会
只能跟大家线上，就是要么就算有网的情况下，可能会开个那种语音直播哈，就是那种不露脸的那种语音直播，然后要么就是跟大家在群里分享一下我的照片之类的，就可能会有一个时间会那个啥。是的，是的，主要是这个是什么？搞得我们很好。其实也没什么，只是因为我比较喜欢运动，我就是会去做一些对我来说我很想去尝试的一些事情。就是我觉得年轻，就是比如说像你年轻的时候喜欢一个东西，你去做和你年龄大了之后，当你有一定的实力再去做，那个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比如说你17岁、16岁的时候喜欢罗裙，但是你那个时候没有钱买，等你20多岁有钱买的时候，你再穿罗裙，那和你16岁、17岁穿罗裙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那种喜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我准备到时候就趁着现在自己想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就去做。对，而且这个它是一个运动，就是一项运动，就是去学习一个运动，去学习一个技能这种。对，就这种，就是想去尝试一下嘛，就那种，就是喜欢的话就去了。因为我怕以后就没有很好的心态。对呀，就是这种很好的心态，哪怕现在就是可能也没有，就是比如说像我这次出去学东西，我还要问家里面给我资助，就是我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完全依靠自己去学，或者是依靠自己去完成这个东西，我还要依靠家里面的帮助才能去完成。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如果你现在不去的话，可能以后钟离吧，什么钟离，就是我觉得以后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就是年龄大了之后，可能再等个2年3年之后，就不一定会有这样的机会了。所以说我就想的是，现在有机会就去，年轻真好。所以大家都要像我这样，就是真的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看龙姐直播，那次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就她当时不是在说就是穿小裙子，就在说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不喜欢穿小裙子，就是确实像我们现在穿罗裙的感觉和以前我刚入坑的时候是高3的时候17岁的时候，你穿罗裙，第一次穿罗裙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时候真的就觉得哇塞，穿了一个小裙子就喜欢转圈啊，这种就是小女生那种兴奋的感觉。但是你现在就觉得还好了，就这种。所以说很多事情就是年龄大了，没有，只是让大家在就是珍惜现在。就是比如说你们觉得一个事情是你过了这个时间段去做就没有意义的事情的话，或者是以后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当时的那种激情的时候，你就可以，或者你现在特别想做一个事情，完成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就去做，就这种哈，是这种指的是这种资助一个伙计，真假的儿货嘛，笑死我！当时我说我要去的时候，我妈还那个。再听，真的，我把这个说完我们就下播了。但是我跟我妈说我想去的时候，我妈她还说我，她说你去做这个干啥呀？她说遭不到死族，她告诉我她说我，然后我就跟她洗脑，我感觉我还是很容易洗脑的，就跟我妈画大饼就给她洗脑，然后她就同意了。对的，强制你下班了，脚放下去。哎呀，我就喜欢脚翘上来。欢迎小吉。所以说，反正我觉得我爸妈还是挺好的，就属于是那种，就是他们会一开始觉得你这个东西没有那么那个好，没有那么正经的话，他可能会先就是制止你，就说先不可以怎么样。但是在我的不断的洗脑下，他们就会同意，就是比如说我很坚决要去做这个事情，他们就会同意我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家里面还蛮好的。就比如说像我以前我刚穿罗裙穿 JK 的时候，然后我爸特别讨厌我，他说因为老年人都有一种爱国精神，他说你天天穿日本人的衣服干啥？他就说我，但后来看习惯了就不会说我了。他们像现在他们完全不会说我，就包括我做这种工作也是，他们就不会说，他们就会说，但是他们会尊重我的决定，就是比如说我执意要去做的事情，他们就会尊重我，所以说我还是觉得蛮好。太宠我了，没办法，独生子女嘛。
这个没事的。你想休息一段时间提前说，对我就是在说，就是我说我可能9月底之后，9月底，8月底到9月15，就这个半个月的时间可能会休息一段时间。真好呀！你又要宠你的丫头跟你的花园了，不可以，大家监督他。才监督他，没关系，我又不是我虽然说到时候我到时候如果有网的情况下哈，就是有精力的情况下，我可能会开个语音听跟大家聊一下情况，最近的情况之类的，就是分享一下，或者是在群里面发些图之类的。但是我可能不会像天天这样，就是在家里面可以相机直播跳舞之类的，那应该是跳不了，只能说是这个。但是我肯定会，我又不是断网，我肯定会知道。到时候你们给我告状，看白白是不是去宠幸他的小花园了？就是说，到时候我开播的时候我也要管，到时候我就耍赖，我说我也要，不管，我就要。到时候每一个我都记着。笑死！到时候每一个都记着，我记个小本本上，今天白白干什么去？然后完了之后就等我15号开播的时候，我就说不行，我就把我那个本子拿出来，我说看看，这是你的罪行，也不是罪行，这就是你的怎么说呢？应该说是什么呢？也不是罪行了，该睡觉了。好嘟，我就说你要按照这个表格全部给我补上，全部给我补上，就是说笑死了，一人带一个直播间，专门带他，笑死，就是专门带他。欢迎好幸运，欢迎流浪，就是要这样，专门带他，就是要专门带他，不可以。神秘人送，那我怎么办？那以后神秘人送一律，对，真的说的对，神秘人送一律按白白处理。到时候没有也有了，我笑死了，笑晕了。哎呦，笑死了！谢谢流量的点亮和闪耀，给几个记好了。笑晕了，不会的。但是我肯定到时候如果我有些好看的图片之类的，我就分享给你们，到时候分享给你们。好了，我们要准备下播喽，9月要去旅行，那也挺好的呀。欢迎4521。陪小丫头，又陪小丫头，真的是又陪小丫头。谢谢只有点赞。好了，我们要准备下播喽，咱们刚刚说最后一首歌的最后了好几首了。这场提出去。好了，家们，大家早点休息哦，我们准备下播了，大家吃醋了是吧？对呀，就是吃醋了，下吧。天，这么好还能出去旅游，就是啊！快点，白白哥哥帮我点一下展馆嘛！你看我现在才5个展馆呢，今天都周5了，要不再帮我点亮一个吧？快下播，要不下播之前你开一个跑车来接我下班吧？时间花在他身上。晚安。就是说1号还是有点多，咱们就是一个跑车接下班可以吗？就说白白哥哥可以吗？20号发没关系嘛，反正现在离20号也就几天的时间了，是不是？今天多少号？对啊，也就4天的时间了嘛。别好，你今天不是说别人还好你吗？笑死了！今天离20号不就是还有4天的时间了吗？就是说，好了，咱们要准备下播了，大家早点休息吧，晚安大家。真的没有吗？没有我就下播喽。真的没有吗？没有我就下播喽。大家也早点休息吧，晚安，咱们晚安。
晚安，晚安，晚安，晚安。3、2、1，拜拜。